随着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最后时刻撕毁了和谈协议，拒绝签字，这也就意味着国共和谈最终走向了破裂。和平既然无法到来，那文过长江也就没了希望。1949年4月20日晚，我军的毛主席终于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攻击命令。21日早晨，悦耳的电话铃声将主席吵醒。渡江第一梯队渡过长江的好消息，瞬间让主席困意消散，喜笑颜开。同样留在北平的张治中也被电话铃声所折磨着。当周恩来在电话中告诉张治中，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的好消息时，让他难以置信。张治中以为是自己听错了，周恩来连说了好几遍，张治中也没缓过神来。或许对于他来说，长江南岸还有他对信仰的留恋，还有100多万军队防守，还有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国民党政权。解放军一夜之间就渡过了长江，让他不由觉得国民党或许真的要完了。曾经的信仰瞬间坍塌。当他打开窗户时，街道上卖报的童子已经开始叫卖号外。共产党说到做到啊！随后，张治中召集了南京和谈代表团的众人，他询问众人什么时候回南京。邵力子率先表示，不管是人还是政治势力，都是趋向于廉洁光明，绝不会去追求腐败和黑暗。南京他是不会再回去了。其他人也纷纷表示要留在北平。见众人都是如此，让张治中心乱如麻。他不知道代表团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投降，但张治中知道他不能留在北平，因为他的妻子和孩子还留在南京。如果不回去，他对自己是没办法交代的。当周恩来知道张治中要回南京后，急忙登门拜访，目的就是想劝他留在北平。现在的局势和你在延安的时候不同了，你们几位代表无论回到南京、上海或者是广州，国民党特务都会找你们的麻烦的。有这么严重吗？哎呀，请你相信我们的情报。西安事变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了，现在不能够对不住你了。经过周恩来一顿发自肺腑的分析，让张治中也有些动摇了。为了让他彻底放心，周恩来直接带张治中来到了机场。当张治中看到自己的妻女从飞机上走下来后，彻底放弃了回南京的想法。随后，对国民党政府极为失望的张治中等代表决定宣布脱离南京政府。文白先生，你不是要回去复命吗？现在可以上飞机了。上这飞机啊，空着飞回去吧。与此同时，还在南京的李宗仁约见了黄启汉，喝起了闷酒。他表示，张治中等人在国王城破之际向北平靠拢，这可以理解，但他自己宁可当断头将军，也不想当投降总统。他想找老蒋要兵要钱要权，还要召开记者招待会，决心顽抗到底。可黄启汉的一番话却当场给他泼了一盆冷水。德公，你好像刚在舞台上演完一个白脸，现在又马上扮演一个花脸，不要让国人贻笑大方，还是保持一个和平总统的形象好啊。被黄启汉一番话直击要害，让无处发泄的李宗仁只能愤怒地摔碎了酒杯。就这样，李宗仁顶着这个代总统的空招牌，虽无兵无权，也只能无奈地镇守在南京。22日的夜晚，也是南京城破的前一晚，李宗仁静坐在总统府内，他已经感觉到炮声越来越近。他召来了汤恩伯，询问南京到底还能守多久。各路敌军正逼近城郊，炮声很近了。戴总统，根据我的估计，今天晚上没事，但您务必在明天清晨离开南京啊，否则安全我们无法保证。听完汤恩伯的话，李宗仁有些失落，但他还是叮嘱汤恩伯让他严明军纪，通告全城居民，就说戴总统还在南京，希望老百姓不要惊慌。随后他又严令，如果城内出现抢劫、打砸等现象发生，一律格杀勿论。随着钟声的响起，李宗仁又看了一下日历，22，这真是个巧合的数字。他感叹不会再有23日了。国民党执政了22年，难道到今天就这样灭亡了吗？这是巧合还是天命？随后他又拿起那枚象征权力的总统大印，默默地放入包中，恋恋不舍地回望一眼总统办公室后，便不甘心地离开了南京。4月23日，解放军攻陷南京城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国，也传到了西口。当蒋经国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他的阿爸时，这位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国民党总裁竟然直接晕倒了。醒来后，或许是无法接受现实，也或许是想到了自己革命了40多年，辛苦建立起来的革命圣地就这样轰然倒塌，这让他也默默地流下了不甘的眼泪。相比之下，毛主席在收到南京解放的消息后，却开心得像个孩子，与小朋友们玩起了老鹰抓小鸡的游戏。
戏。振作起来的老蒋知道解放军即将打到奉化溪口，为了能多看几眼家乡的故土，他让小蒋陪他逛最后一次溪口雪窦山。在这个海拔近800米的平台上，小蒋足足陪他站了半刻钟，看着家乡的美景，最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溪口，前往海滩登上驶向台湾的轮船。从此，这位曾经统治过中国大陆22年之久的国民党总裁再也没有资格踏入故乡。